2年前，被拥有七武海身份的海贼克洛克达尔统治的阿拉巴斯坦，因为草木团的介入而得以解放，而海军却将这一切的功劳归于自己。2年后，拥有同样命运的德雷斯罗萨，因为正直的海军大将藤虎将所有的真相曝光出来，英雄海贼路飞被国民牢记于心。海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自身的错误和不足，这一切功劳归于应该得到功劳的人，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藤虎不想借着谎言成为所谓的英雄，口口声声说为了维护世界的平衡，实际上却雇佣海贼当做马仔的人，不就是海军背后的世界政府吗？这件事儿直接触怒了海军元帅赤犬，为此赤犬与藤虎在电话筒里大吵一架。赤犬大骂藤虎任意妄为，让海军正义的颜面扫地。藤虎也怒了，吼道：怕丢脸就收好，别拿出来献了。承认失败就会丢掉的信誉，那和没有信誉有什么区别？赤犬气得浑身发抖，好小子，有种你就不要回来，不拿到草帽团和罗的脑袋，就别想踏进海军基地一步。藤虎针尖对麦芒说道：正合我意。12年前，因为家庭的缘故，萨博在路飞和艾斯之前提前出海，为了去体验驰骋汪洋的自由，结果在海上遭遇了天龙人的炮击。当时艾斯和路飞都以为萨博死了，撕心裂肺地悲伤了好久。然而萨博却没有死，在昏迷之际被革命军老大龙所救。由于头部受到猛烈撞击，萨博丧失了记忆，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路飞和艾斯，唯有一件事却记得刻骨铭心：不要把我送回戈亚王国高地的贵族区，那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在萨博的祈求下，龙决定将萨博收留下来。萨博常年和艾斯、路飞混迹街头巷角，身手敏捷，性格放荡，不受约束。渔人空手道师傅哈库很快就已经管不住他了，摇头表示这是他带过最差劲的一届学生。萨博天生聪明，加上各个革命军干部的悉心培养，很快就成长为了一个十分出色的战士。年仅17岁就已经为革命军立下许多功劳，被公认是下一代革命军领袖。在一次与同伴闲谈的过程中，同伴无意间提起新世界有一个十分嚣张的新人海贼，在年轻一代海贼中颇有些名气，而且还拒绝了七武海的邀请，代号火拳，名字是波特卡斯 D。 萨博脱口而出艾斯。同伴问萨博：你认识这个人？萨博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直到2年前惨烈的顶上战争传遍世界各地，革命军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四皇白胡子以及旗下的二番队队长火拳艾斯战死。萨博听到这个名字后突然怔住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霎时涌入脑海中。萨博抓起桌上的白纸，看着报纸上刊登的艾斯的照片，双手不住的颤抖。终于脑海中那个模糊熟悉的身影有了清晰的轮廓，汗水与泪水一起流了出来。他记起来了所有的事情，死的这个人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海贼，不是一个应该被排除的危险分子，而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结拜兄弟。萨博崩溃大哭，没想到阔别多年的兄弟最后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报纸上的一面居然是这辈子的最后一面，从此阴阳两隔。萨博丢了报纸，当场晕倒在地。昏迷3天之后，萨博终于苏醒过来，所有的记忆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而恢复过来。听说烧烧果实重现于世，萨博特意向龙递交了申请，动身前往德雷斯罗萨。无论如何，艾斯的遗物烧烧果实都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路飞遭受了一路的苦难之后，也许这是最艰难的时刻，他要一个人面对多弗朗明哥、海军大将、黑胡子海团巴基斯。烧烧果实他就算拼了命也要争取到手，但是烧烧果实的能力赋予哪个同伴，让路飞十分纠结。烧烧果实是不会让给你的，草帽路飞。路飞听到有人居然如此公开挑衅自己，立刻跳过去据理力争。我乔装的名字叫做露西，不是路飞，你可要看清楚了。萨博微微一笑，我自己的弟弟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弟弟？路飞满头问号，能叫我弟弟的只有死去的艾斯，还有以前就已经死了的。路飞看清萨博的脸庞之后突然哽咽了，一向乐观坚强的路飞此时突然哭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想到自己另一个哥哥还活在人世，简直如同做梦一样。路飞抱着萨博失声痛哭，2年多以来的委屈和痛苦顷刻倾巢而出。他哭着说：艾斯就在我的眼前被人杀死了，萨博。萨博轻声说道：我知道，很庆幸你还活着呀，路飞。时间回到现在，萨博在回归组织之前特意赶来看望了熟睡的路飞，不等路飞醒来，萨博就起身告辞。临别时，萨博对索隆等人说道：有这么一个难搞的弟弟，就拜托各位了。索隆一愣，想起2年前在阿拉巴斯坦，艾斯似乎说过同样的话，有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弟弟，做哥哥的很担心啊，就把他拜托给你们了。另一边，消失多吉的山治一伙此时正在乘坐桑尼号向迷之岛屿左岛出发。
海面上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猛烈地拍打着桑尼号的船体。山治一行人在离开德雷斯罗萨的时候，曾遭遇了大马海贼团的袭击，好不容易将大马团甩开，一行人漂流到一处小岛上避难，结果却在这里遭遇了另外一伙神秘人的袭击。一行人刚一上岛就走散了。娜美和布鲁克逃之住，被神秘杀手追杀。山治和乔巴带着凯撒去营救。这个小岛也是奇怪的很，脚下好像踩着棉花，跑都跑不稳。岛上一座火山，时不时的还会喷出瀑布，搞得娜美等人十分头痛，眼看就要被神秘杀手干掉了。山治突然找了过来，从天而降，将神秘杀手击退，其他人赶紧开溜。山治默默地点燃一根烟，看着袭击娜美的神秘杀手腰间的海贼符号，有些发愣。如果他猜的没错，这个符号应该属于另一个四皇百兽凯多。新世界某岛，基德一伙正在把酒言欢，突然天降巨雾，一声巨响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基德一行人立刻围过去查看情况，看坑洞的样子应该是个人形，大家纷纷猜测是不是外星人被地球引力吸引下来了。突然从坑底伸出一只巨大的手臂，拍下来的时候宛如地震，一个仅脑袋就比正常人身体还要大的巨型怪物从坑中爬了出来。一向狂妄自大，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基德被眼前这个巨大的身影吓得目瞪口呆。不仅仅是因为怪物的身影巨大，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个巨型的生物从1万米高的空岛跳了下来，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自杀寻死的地方。身为海贼，他曾7次败北，一个人单挑海军和四皇被抓捕18次，40次被判死刑。受绞刑的时候，他能扯断锁链；被砍头的时候，铡刀都能震碎。9艘巨大的监狱船因他沉没，没有人能将他杀死，就算是他自己自杀也死不了。他就是被称为陆海空最强生物的男人百兽凯多。人们经常说，论起单挑，一定是凯多最强。这个无聊的世界让他毁灭吧，开始世界最顶级的战争。德雷斯罗萨海军本部参谋赫以及海军本部大督察战国乘船登陆德雷斯罗萨，全权负责押送重要犯人多弗朗明哥。藤壶与赤犬吵架的事情，战国早有所闻，笑得他眼泪狂飙。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藤壶还真的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对路飞和罗一伙采取任何行动。难道他是故意在给赤犬脾气受？藤壶的理由更荒唐，他既不是赌气不对草帽团出兵，也不是出于什么无聊的私情。作为一个赌徒，他把抓捕草帽团的事情完全交给了赌博。如果摇出一点骰子，证明草帽团命不该绝，他就不会再有任何行动。如果骰子摇出1点以上，就说明了正是出兵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对草帽路飞和罗进行武力打击。连续2天，他都摇出了1点骰子。而在这一天，赫与战国登岛之后，藤壶借由赫的手，终于摇出了6点骰子，真是天意。藤壶立刻召集所有海军，全军进入1级战备，准备将草帽一伙、罗以及所有藏在王宫里的罪犯一网打尽。海军们全军出动，居鲁士这边为掩护路飞等人逃走早有准备。卡文迪许一行人在岛上各个关键的路口已经做好了埋伏，岛的东面也早已准备好了送路飞等人出航的船只。巴托笑着说道：“大家都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怎能眼睁睁看着海军来捉拿我们的王呢？”海军很快将路飞等人的藏身的小屋包围起来。巴托推开门，用一道弧形屏障挡住了海军的枪林弹雨，带着路飞等人向东海岸跑去。路飞一边奔跑一边不忘猛吃肉补充体力。虽然明哥被打败了，但是岛上还有另一个棘手的家伙在呢，那就是海军大将藤壶，所以还不能放松警惕，随时需要做好恶战一场的准备。路飞跑着跑着，突然脱离了队伍，嘱咐众人自己还有事情要办，去去就回。索隆对路飞的任性早已习以为常，告诉路飞速战速决，就由他自己跑去了。巴托带着其他人在城镇中穿梭，追捕他们的海军一路上被海尔丁等人一顿围殴，给众人逃亡开出了一条通道。本来海军已经包围了东海岸，将众人的出路堵死，结果埋伏在那边的海军被杀手兄弟悉数干掉。紫罗兰用千里眼能力看到路飞等人开始逃亡了，雷贝卡很失望，在路飞即将离开的时候，居然没能再见他一面。没想到的是，路飞已经入侵到了花田中，与海军们大打出手，四处寻找雷贝卡。10多年来，雷贝卡第一次脱掉了战士的铠甲，换上了公主装。听到路飞在窗外呼唤自己的名字，雷贝卡喜出望外，站在窗前呼唤露西。露西一把抓住雷贝卡房间的窗户，从花田里弹射上来。不过，路飞特意跑过来，可不是道别的，他直接打破了窗户，背着雷贝卡溜了。原来，由于巨鹿氏本人出身的问题，他自认为配不上雷贝卡的母亲。如今利库王重登王位，雷贝卡也将成为德雷斯罗萨的公主。巨鹿氏担心自己的出身会给雷贝卡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他向全国散布消息，说雷贝卡的父亲是某个国家的王子。巨鹿氏本人决定从此再不见雷贝卡，就此离他而去。路飞大声质问雷贝卡：“你舍得士兵先生就这样离开你吗？”雷贝卡想起士兵雷兵陪着自己一起成长的一幕幕，眼泪夺眶而出，哭着回应道：“当然不舍得了。”路飞直接打破了雷贝卡房间的窗户，将他劫走去见居鲁士。
公主被海贼劫持一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国民们纷纷猜测海贼路飞肯定是为了悬赏金。路飞背着雷贝卡在街上遭遇海军围攻，路飞干倒一片海军，背着雷贝卡迅速逃走，途中不忘了抢了市民一块肉。现在全国都在寻找雷贝卡，如果雷贝卡被逮住，就会被送回王宫。路飞决定牺牲自己留下来，吸引众人注意，掩护雷贝卡去见居鲁士。花田小屋里，居鲁士收拾好了行囊，准备离开德雷斯罗萨，心中有千万不舍。记忆中，这里是他和妻子女儿度过一段快乐时光的地方。不知不觉，居鲁士与雷贝卡的记忆交叠在了一起，一段幸福的时光，直到唐吉诃德家族的到来，终结于此。雷贝卡摔了一身的泥土，公主裙也被刮坏，但她咬紧牙关，拼命地跑。终于在居鲁士离开小屋的那一刻，站在了他的面前。居鲁士第一次向雷贝卡坦白了自己的过去，一无是处，经常打架，甚至还杀过人。然而雷贝卡却毫不在乎，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王子的孩子，他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居鲁士。父女二人相拥在一起，感动地痛哭起来。王宫城内，紫罗兰看到雷贝卡离开的方向，充满回忆地笑了笑。雷贝卡走之前请求他让紫罗兰代替自己去做公主，因为他要放弃一切与居鲁士生活在一起。而在多年前，紫罗兰的姐姐雷贝卡的母亲也提出过同样的请求。为了与居鲁士在一起，雷贝卡的母亲曾经也放弃过公主的身份。利库王哈哈大笑，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德雷斯罗萨东海岸，众人齐聚在这里，现在只等着路飞和罗了。这时，藤虎大将突然赶来，索隆微微一笑，拔刀迎战。巴托挡在了索隆前面，主动请缨，与其他的海贼们一起对抗藤虎，为草帽团争取离开的时间。本来东海岸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海军，不过神奇的是，这些海军的子弹刀具全部神秘消失，埋伏在海上的军舰被人用能力缝合在了一起，无法出战。海军们已经乱作一团了。不用说，这些都是小人族搞的事情。路飞送走了雷贝卡，正全力地向港口奔来，而罗却秘密地去见了战国，向战国打听了关于克拉松的事情。战国对克拉松的评价非常高，称赞他是一个诚实而且富有正义感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唯一一次对战国撒了谎，那就是为了救罗，独自一人前往某个小岛上去抢夺手术果实，结果命丧于此。当年战国得到这个消息后，泪流不止。他知道自己被克拉松背叛了，但是他却能够理解克拉松这样做，想必有十分重要的原因。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